Hello， 大家好，我是最近被台湾收买的乐乐法力。在我最近一期视频爆火之后，我的频道终于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粉红大军。其实他们的逻辑，我相信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比如将政党、国家和人民混为一谈，或者一说话就要代表14亿中国人民等等这一系列非常典型的粉红思维。但还有这么一种留言，自从我录有关郭杰瑞和谷爱凌那些视频开始，就更加频繁在评论区出现。比如乐乐肯定是嫉妒郭杰瑞、谷爱凌赚的钱比你多，名气比你高，不知道到哪里去。你肯定被 CIA 收买了，被台湾收买的，或者被台湾的 CIA 收买了。哎，台湾有 CIA 吗？没有，不重要。但是这一类型的留言都与钱有关。它反映出的是一种非常狭隘、非常有毒，但同时又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惯性思维。我把它称为穷思维。这种思维模式让人习惯性的把批判和反对的声音都理解为对他人名气和钱财的嫉妒，把自己无法理解的动机都归结于受金钱的驱使。我觉得这种思维模式的形成也与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贫困的状态有关系。所以小粉红们他们怎么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大陆经济如此发达，高楼如此之多，台湾却死活不愿意跟着沾光呢？ Guys, have you not seen the skyscrapers? Or how about our trains? Come on, you don't need that freedom. 小粉红们他们更加无法理解，我乐乐法力如果不是掌握了反向财富密码，怎么可能会反共呢？ Oh my Mao in heaven, please tell me how anyone could dislik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kay, other than all the obvious reasons as to why any sensible person would dislike the CCP, 乐乐法力就是说我是怎么走上了反共这条路呢？我相信很多新观众和陈老师一样都有这样的疑问，那我就给大家展开聊一聊我是如何走上这条路的。长话短说 ，I do what I do because I love to do it。但是这个领悟并不是在一瞬间发生并且完成的。我最初接触到媒体相关的行业，并对上镜、表演之类的产生兴趣，是源于一次我在江苏电视台录制天气预报的经历呀 ，The Weather Report。之后在中戏学习，甚至还在中国参加了不少节目的录制和电视剧的拍摄，这些经历都让我意识到自己对媒体行业感兴趣。但一直到28岁，我都不知道我具体想要在这个领域创作什么，表达什么。直到2020年新冠爆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新冠肺炎，我写了第一个政治讽刺的小剧本，也发现通过这种创作，我可以满足自我表达的欲望。我到底想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我相信你们应该能看得很清楚吧。国际社会为什么要针对我们？他们害怕了，美国害怕中国崛起。当时我拍完就随便发到我只有几千关注的 YouTube 账号上，甚至没有加上水印，因为我觉得反正不会有很多人喜欢。发完我就直接睡觉去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居然有这么多人喜欢，也有很多人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本来想看讽刺作品，没想到看到了纪录片。而通过这一次创作与观众产生的这种非常诚恳的连结，又赋予了我更多的快乐。这种感觉是我政治出柜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干杯！这个才是真实的我。你们居然喜欢，那就 Let's party dude， 咱们一起来嗨吧！I'm out of the closet。那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开始走这条路呢？因为我不想失去在中国的朋友们、同学们和老师们，以及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可能一些老反贼已经忘了，但是在中国除了中共之外，还有中国人。哎呦我操！中国人里除了粉红之外，还有不少清醒的人。所以不是说我一讨厌共产党，我就要立马开始反共，没有这么简单。这个决定是由内心无数的冲动逐渐积累起来。而这个冲动最开始积累的源头，是我看到任志强的微博被封号，香港书店的老板们他们在香港本土甚至在世界各地都被抓捕，一直到之后的疫情爆发。这个期间，我有无数次想对我的朋友们也好，我的老师们也好，甚至在公共平台上说 Dude, this is bullshit. The government is obviously lying to you. Hello, people. 这些念头又被各种顾虑反复压制下去，直到疫情爆发，我终于意识到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世界了，中国也已经不是原来的中国了。而这时我刚好看到了一个叫 ProZD 的网红，他所有的视频都是自己拿着手机录的。 Take this! You fixed my shoulder. God damn! 这让我一个科班出身的人终于意识到，原来你不需要一个专业的制作团队就可拍出一个精彩的视频。重要的并不是专业技术，而是你要传递的内容，你的作品有没有 soul。
之后发生的一切，大家都可以在我的频道上找到踪迹。从完全不懂剪辑，到现在已经自导自演了7个 MV， 这一路走来，背后的驱动力绝对不是钱，因为你赚不到什么钱。其实说实话，如果没有 Patrons 和会员们的支持，我肯定无法坚持到现在。背后的驱动力绝对不是钱，而是 passion。那么接下来该问的问题是 passion for what? Passion for what is funny.I crave funny like a man stuck in the desert craves water. Because in my eyes, what is funny is true. And what is true connects me to you. 哎，我有 freestyle 了。我追求的就是一种100%真诚的连结，而这种连结也是我人生最大意义感的来源。那么你觉得小粉红能够领会到这个境界吗？没有。No, they can't. 他们只能用物质去衡量生活中的一切。所以我才觉得，与其说他们可恨，不如说他们可怜。当然，我不想像一个嬉皮士一样的告诉你们 ，Dude, money's not that important, bro. Just go to the woods, look at nature, you'll find your own direction. No, that is stupid. But you should allow yourself, especially when you're younger, to try and explore your passions. And if you can tie that passion to what you're doing, that's even better. 当你凭着这样的一腔热血和激情去实践、去探索、去不断的打磨你的技术，那自然会有人愿意为你的能力买单。希望大家也能够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并从中获得快乐和意义感。我是乐乐法力，我们下次再见 ，Peace。